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们的中文学习播客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：钱和幸福的关系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当我们终于买得起想要的东西时，为什么那种开心总是很短暂呢？有人说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，这话到底对不对？我自己也经常思考这个问题。记得刚毕业拿到第一份工资时，那种兴奋感简直难以形容。但几个月后，这种快乐就慢慢变淡了。这让我很好奇，钱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幸福感？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比如，终于买到了梦寐以求的手机，却发现快乐只持续了几天。或者相反，虽然收入增加了，生活压力却一点没减少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这个既现实又深刻的问题。首先，让我们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：钱真的能买来幸福吗？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那么多有钱人看起来并不快乐？如果不是的话，为什么我们总是为了赚钱而拼命工作？这些问题看似简单，答案却可能让你大吃一惊。实际上，科学家们已经花了数十年时间来研究金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。一些研究结果显示，金钱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幸福感，但这种影响是有上限的。比如，普林斯顿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年收入达到75000美元左右时，人们的幸福感就不再随着收入的增加而显著提升。这是因为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，金钱所带来的边际效应会逐渐减弱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金钱完全不重要。另一项研究表明，在发展中国家，收入的增加仍然与幸福感的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这是因为许多人仍在为食物、住所和医疗等基本需求而挣扎。有趣的是，研究还发现，花钱的方式比拥有多少钱更重要。把钱花在亲身体验上，比如旅行或学习新技能，往往比购买物质产品带来更持久的幸福感。此外，把钱花在别人身上，比如做慈善或给朋友买礼物，也能显著提高个人的幸福感。这些发现表明，金钱确实可以影响我们的幸福感，但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使用它。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，人们对金钱的态度也会影响他们的幸福水平。那些把钱视为生活目标的人，往往比那些把钱视为实现其他人生价值的手段的人更不快乐。这表明，过分关注金钱可能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总的来说，科学研究告诉我们，金钱和幸福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它既不是万能的，也不是毫无价值的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使用它。既然金钱不能直接买来幸福，那它到底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？让我们从最基础的需求开始聊起吧。首先，金钱确实能解决我们衣食住行这些生存问题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连温饱都成问题，谁还有心思考虑幸福呢？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，只有先满足生理需求，才能追求更高层次的东西。在这个层面上，金钱确实像是个安全网，让我们免于焦虑和恐惧。比如付得起房租、买得起营养的食物、看得起病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幸福基础。但有趣的是，一旦这些基本需求被满足，金钱带来的幸福感就会迅速递减。这就好比喝水，当你口渴时，第一杯水最珍贵，但喝到第10杯时，可能就毫无感觉了。除了生存需求，金钱还能满足我们的安全需求。比如，有存款可以应对突发情况，买保险来转移风险，这些都是金钱带来的安全感。我认识一位单亲妈妈，她说，自从有了6个月的应急存款后，
晚上终于能睡踏实了。这种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的安心感，确实是金钱能买到的重要价值。在网上，金钱还能满足我们一定的社交需求，比如请朋友吃饭、给家人买礼物，或是参加一些社交活动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如果只用金钱来维系关系，反而可能适得其反。说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金钱确实能解决很多实际问题。但那些让我们真正感到温暖和充实的时刻，往往与金钱无关。比如清晨被阳光唤醒时的满足感，或者深夜有人愿意听你倾诉的踏实。去年冬天北京下大雪，我邻居80多岁的王奶奶，每天清晨都悄悄帮整栋楼扫出一条小路。这种不求回报的善意，是再多钱也买不到的温暖。还有上个月我重感冒时，同事特意绕路给我送来的那碗热粥。当时的那种感动，远比收到红包要深刻得多。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那些让你心头一热的非物质的温暖。再比如时间，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财富。父母逐渐老去的面容，孩子转瞬即逝的童年，爱人眼里的光芒，这些都需要我们用时间去见证、去陪伴，而不是用金钱去替代。我有个朋友是华尔街银行家，年薪千万，却10年没见过女儿学校的家长会。直到有天，女儿对他说：“爸爸，我不要新玩具了，我要你。”他才恍然大悟。还有健康，这个我们常常忽视的无价之宝。当身体亮起红灯时，再多的钱也无法立即买回从前的活力。所以，下次账户余额增加时，不妨也问问自己，今天我有没有为生命存入些金钱无法计量的财富？说到这个，让我想起去年遇到的一位出租车司机。他告诉我，以前拼命加班想多赚钱，结果把胃搞坏了。现在赚的医药费比当初加班费还多。你们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？他生病后，妻子反而更开心了，因为终于能一家人每天一起吃晚饭了。这简单的事，他们居然5年没做到过。还有我大学室友 Lisa 的故事，可能让你们惊讶。她放弃了谷歌的高薪工作，去云南开了家只有3张桌子的小咖啡馆。收入只有原来的1/4，但每次视频通话，她眼角的笑纹都更深了。记得她说过最打动我的一句话：现在我的存款数字变小了，但每天真实的快乐变多了。不过别误会，我绝对不是说要完全否定金钱的价值。我表姐用第一笔年终奖带父母去北京看长城，老太太高兴地在朋友圈发了半个月照片。关键可能在于，我们是用钱来买时间，还是用时间来换钱。就像那位出租车司机，他用健康换来的钱，最后又全数交给了医院。而 Lisa 虽然收入减少，却买回了属于自己的早晨，不用再挤地铁，可以看着雪山喝手冲咖啡。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历？某个瞬间突然意识到原来幸福和银行账户的增长曲线并不重合。我最近在记账本旁边放了本快乐日记，很有趣的发现，最贵的消费和最快乐的时刻很少出现在同一天。下期我们将总结所有这些讨论，试着回答最初的问题：我们到底该如何寻找真正的幸福？所以，回到最初的问题，有钱真的会让你更幸福吗？我们的讨论就像剥洋葱，一层层揭开后，发现核心是个体差异。当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，金钱的边际效应就会急剧下降。就像登山，氧气瓶在5000米是救命的，到了8000米反而成了负担。那些说钱买不到幸福的人，通常2种：从没穷过的人和永远不满足的人。其实关键在于启动资金，足够的钱给你选择的自由，
这才是幸福的关键原料。记得我们提到的快乐日记吗？试着记下本周3个最幸福的瞬间。我打赌至少有2个与金钱无关，可能是闻到咖啡香，或是朋友的拥抱。金钱更像是放大镜，如果你痛苦，它放大痛苦；如果你快乐，它放大快乐。最近有项研究跟踪彩票中奖者，发现他们的幸福指数通常在18个月后回落到原来水平。这就像味蕾会对辣味产生耐受，我们也会对物质享受脱敏。所以我的结论是，赚钱很重要，但知道什么时候停止追逐更重要。把金钱视为工具而非目标，用它来购买体验而非物品，投资关系而非奢侈品。最后送大家我从禅语改写的句子：够用即是富，渴望即是穷。下季我们将探讨新话题——数字化时代的孤独感。我是恩，愿你们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配方。再见之前，记得今天的家庭作业，给5年后的自己写封关于幸福的信。我们下期见。